是在路边看到有一位伤员，他的手臂不小心被划伤了，正在流血。那这时候我们第一步也是我们要传递一个思想，我们安全要注意第一，从第一步一定要是先确保周围是安全的，确认周围环境安全之后，我们要上前询问患者是否需要帮助。因为如果患者拒绝我们帮助，我们是无权帮助他的，大家千万记得，避免造成纠纷。你好，需要帮助吗？对吧？我们这里强调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血液是传染疾病的一个途径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在流血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触碰。我们就当患者他手上他的血是带有像梅毒一类的传染病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所以这个时候他说需要帮助，我们就从急救包里面拿出我们的布料。布料我们一般都是真空包装的，一般是无菌的。而我们的手可能上面带有不少细菌，所以你千万不要直接就把这块布料变成有菌的了，被污染了。我们要两根手指提起来，一个脚提起来，然后递交给患者，自己先进行按压。因为我们不要碰到他血，你不要刚拿上来一顺手来我帮你按压。如果他血液中带有传染病，我们直接就中招了。这个时候他进行按压，我们就给自己做好个人防护，我们要穿戴好我们手套。穿戴手套，我们手套穿戴完之后可以接手按压，而按压的方式我们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我们手掌有肉的部位按压，另外一种就是用我们4根手指并拢按压。就千万不要5根手指张开按压，一压下去，它的血液可能就直接从你手缝给挤出来了。好，我们穿戴好手套了，来，由我帮你按压。一根手托住它下方，一根手按压它伤口，这个一定要抓稳，因为你按压的时候是需要用力的，它可能伤口一痛，猛地就抽走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牢牢抓住他手，把他手给扣住。然后我们一般有15秒的一个检查时间，我们就约15秒后稍微检查一下伤口是否止血。而止血方式根据我们刚才的手法不同，它有2种，一种是4根手指的，就微微张开一根手指，张开一根，轻轻检查一下。如果是用整根手掌的，那就轻轻撬开一个角看一下，你不要这样。那原本血止住了，粘在我们手套上，你这样一掀，等于说把伤口又撕开了。所以我们要轻柔点，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细节。15秒后检查一下未止血，这时候我们要再加布料进行加压，手不要放开，我们还在给它加压中，所以千万不要放开，用另外一只手去拿布料，微微张开放上去，加压。15秒后，已止血，已止血了，我们就可以让患者自己先进行按压。来，你自己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拿绷带了。拿绷带的手法，建议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把底部托在我们手上，然后用一根拇指扣住我们的绷带，另外一根手指就像我们抽卷子一样就可以抽，这样子比较牢固，不会说一不小心掉地上。同样的是无菌的，你要掉地上，那这卷绷带等于说报废了，你就不要用它来害人了。我们这边卷的话，绷带一般是先在手腕上方，就不要缠到我们关节，因为关节是活动的，你缠在上面很容易就松动。我们在手腕上方先缠一圈，把尾巴给收拾好，把尾巴也包住，然后螺旋向上。覆盖前面这一层约2/3的位置，覆盖好，螺旋向上，将伤口完全包裹住之后，可以用我这样留一根手指，先缠一圈，留出一个空隙，然后后面方便我们把多余的绷带插进去。这种我们插的方向的话，建议是靠近拇指的这一内侧。因为这一次的话，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骨折了，后面的伤势处理了，都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行动。这样我们就包扎完毕了。包扎完毕之后，就是对我们手套的处置。手套处置大家一定要记着，
我们的血液是带有传染病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它到时候血液顺着手套直接流到你手上了，那我们前面小心翼翼，等于说白费了。我们必须向下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做好个人防护，然后用一只手，左右手都没关系，抓住我们另外一只手套靠近手腕的位置，反方向把它给拨下来，把外层包裹在里层。动作里面稍微小心翼翼一点，因为它像水一样会溅得到处都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一点。然后把它完全收拢到我们另外一只手套的掌心部位，再用空出来的手插进去，反方向把它完全包裹在里面。有个小细节大家注意一下，你不要这样，它血从手套里面都流下来了，我们向上提起来。要不要打结？就打结就不用了。如果您要现场丢弃的话，我们一般有那种医疗垃圾箱之类的，我们最后就来一句说：“我也正确弃置手套”，避免说我们把手套丢到处都是，结果有人不小心碰到血了，那就害人了。我已正确弃置手套。以上流程大家是否说有哪些疑惑？没有，我就给大家做一遍标准流程，大家记一下步骤。好，那我现在给大家做一遍标准流程，这是我们考核流程，大家稍微记一下。发现患者，确认周围环境安全。询问先生，您需要帮助吗？有。我们拿布料，您先自己进行按压，做好个人防护，穿手套。穿戴好个人防护，接手按压，15秒后为止血加压，15秒后已止血，你先按压，拿绷带，先长一圈。螺旋向上缠绕，处理手套，在靠近手腕一侧的位置反拨。再插入，最后一句，我已正确弃置手套。以上流程大家是否清楚了？您说。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伤口里面本来就有异物呢，是否要拔出或者清出？您这一些是正确的，就如果发现它里面有异物的话，稍微能处理就尽量处理。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急救，临时爆炸完要赶紧去就近找专业治疗，而不是包了就没。如果要是有异物是我拔不出来或者清不出来的话，那就只能要赶紧去先送医。对，就只能先包扎一下。是这样的啊，我解决您这个疑问啊。在如果说异物过大，取不出来异物的同时呢，我们是以止血为目的的，不能说如果说这个异物排不出来，我们任由它流血，对不对？对，异物我们通过后期的手术是可以取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前期进入医院之前，救护车通常是5分钟之外才会到达救援现场的，因为我们路途遥远，除非你到了一定的门口，对不对？那么通常情况下，救护车到达的时间会超过5分钟。那么5分钟，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说异物较大、异物较大的情况下拿不出来，那么肯定是止血量出血量会较大，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任由它5分钟之内流血的话，肯定会。我只是想说，如果异物较大，我又取不出来，但是我在按压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就不要按压了。然后是不是就近的时候去？对，有那个对吧？对，我这个是正确，我们这就是一个缓解措施。第2个问题，如果他的伤口很多呢，我是不是应该先按压最大的那个伤口？那肯定的。是
是吧？对，我们这个目的很简单，尽量能够止血止血，为后面止住止血口就好，对吧？后期它的医疗可以通过您说。明白了。刚才就说跟前面那个还有一个说法的时候，跟第一事项是确定周围，因为要我们确认哪些事项？这个简单来说，你大体就是确认一下周边的环境。例如说，他如果躺的地方是在那个山路旁边，那么尽量到平整的地方，或者在下雨天、打雷天气，他在躺在有水的地方、树下。像这种那也要疏散人群。你这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是有条件疏散，但是我们尽量就说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无法保证别人，我们第一原则，包括我们学习第一原则很简单，安全第一。你先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再保证群众的安全，最后保证患者的安全。就原则上排序。对，所以现场实际情况的话，就在确保自己安全情况下，你才去想旁边群众，再去想患者。包括我们后面学的一些，说像我们的拖行法一类都是这样的。例如说，病人躺在那个车马路上了，旁边车来车往的，像这种环境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优先要把人家给拖走，拖到安全的地方。是环境问题。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拖行法管理。来，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在一些不安全的地方看到患者，比如说像你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有患者晕倒了，那这种地方肯定是不安全的。那我们就要想办法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方式把患者拖到一些安全的地方。而我们这边学的一个拖行法，主要是为了说在拖行的过程中不对我们患者造成额外的二次伤害。例如说你在把他拖行的时候不注意他的头部，他头一直在磕在地上，那这种原本没什么大事的，可能就给磕出大事了。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稍微示范一下小动作。就像我们路边发现有人晕倒了，同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先确保周围的安全。刚才有说了，我们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我们确认群众的安全，最后才是患者的安全。你不要一上来看到有人晕倒，马上冲上去，结果可能原本人家只要救一个人，你把自己变成第二个人。然后我们第二步，我们确保安全。第二步之后，就双膝跪地。有些群众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说我膝盖不太习惯，可以半蹲吗？这种考核的时候可以，但是你不要跟考官说一下。但现实我们尽量要保持双膝跪地，因为你不确定它地面是不是会湿滑，到时候一不小心。所以我们双膝跪地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身体的平稳，一定要稳，然后拖住他颈部，拖住他肩部。为什么？你不能这样把他后脑勺掰起来，到时候对他颈椎造成损伤。我们要护住他颈椎，还要护住他的肩部，用力协调用力把它抬起来，然后用我们身体紧跟贴上去，靠稳了。这样我们控制两只手，我们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进行操作，把它两只手臂一前一后合到一起。我这里其中郑重强调一下啊，大家患者不要有意识，不要自己自觉的就插起来。有不少操作员就被坑了，明明做得好好的，结果患者自己给手插起来，怎么都拖不对。一前一后，然后我们两只手要穿过他腋下，用我们手臂拖住他。优先是用靠近外侧这只手，他这只是右手，那我们就用左手去抓他。如果他是左手在外，那我们就用右手先去抓他，然后另外一只手从腋下穿过，再抓住另外一只手。我们这一步的话，记得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用小臂拖住他的身体，而不是说像这样，为了抓住他手臂往后拉。我们是拖住他，缓解他身体的重量。我们抓住之后，后面就马步跟起来，注意马步。我们有些女士可能说不太习惯，可能会这样。那你们在拖的细节中，可能就会顶，能理解吗？用膝盖一直在顶他后背。我们要向外侧外八，然后用马步用大腿的力量发力，向后拖拉。千万有些习惯的就可能会这样，屁股翘起来，用腰的力量。那我们这种发力方式会把它变成这样。
那他原本可能没什么事，但是他腿可能就要废了，重量全部压在他腿上面去了。他的屁股是不能离地的，我们是大腿发力，直接就把他拖着走，这种可以缓解他身体重量对他造成的损害。然后给大家做一遍标准流程，大家记一下，然后有问题我们后面可以再问一下。患者倒地，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双膝跪地，护颈椎、护肩，贴紧，一前一后，左手抓右手，右手抓左手，马步，拉。好，这就是我们拖行法。然后我们还要学另外一个动作，是我们的俯卧转侧卧。仰卧。好，抱歉，仰卧转侧卧。这个地方常用于像我们有些人喝醉了，他倒在地上，他如果想呕吐，他这样躺着，他的呕吐物是出不来的，可能会堵在喉咙，造成窒息。所以我们尽量要把它翻个身，确保他气道是畅通的，不会造成这种堵塞物的情况出现。同样的第一步，先确认周围环境安全，然后再踏一次双膝跪地，先把他的靠近我们这边的手叫同侧手，远离我们这边的手叫对侧手。我们靠近这一侧同侧手，先摆个招财猫的造型，招财猫。如果说有些患者他那个手臂比较硬，无法摆成这样，那我们这样也行，只要别阻碍到我们行动就可以了。另外一只手掌心对掌心，贴到他脸部，就这样贴在他脸上，到时候他就可以整个自己的手臂睡在地上了。再把他远侧的对侧脚托住他的膝盖窝，托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啊！到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要温柔一点，托起来，然后护住他的膝盖，我们要护住他的膝盖，稍微后退一点，留出我们足够的空间给他翻身。大家这边到时候稍微注意左手一用力就行了，稍微用点力他就过来了，不用特地改位置。然后我们这只手就被他压在底下，护住他的头部。我们要先用一只手放到他后脑勺位置，把手稍微抬起来一点，把我们手抽出来，然后放置好。放个什么？我们抬的时候，可能说他那个头部放下来之后，他手可能会压到他的手肘，手肘会压在手臂上，久了就不行了，他手会麻木的。所以我们拉开，手肘着地，然后这边患者已经很自觉了，这里摆好了个90度，像这样，我们要把它摆成一个90度，这边90，这边90，这样子它着地的话，他身体会靠得比较稳，不会一不小心动一动就自己就回去了。这一条腿就跟身体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睡得也比较舒服。这样一个流程，就标准姿势就完成了。好，刚才动作，请各位有没有看不清楚的？做个连贯动作。对，我给大家做个连贯，如果不太清楚，我就给讲解一下。好，道具就位。首先第一步，确认周围环境安全，双膝跪地，招财猫，手心对手心，托膝，护膝，后退，拉，后脑勺，90度，好，就结束了。鼓掌。好，行，那时间有限，我们进行下一项学习。有问题的话，休息时间大家有兴趣可以问一下我。这种不考有可能考。我们今天写的实操基本都是。今天下午啊，今天我们一共学习8个内容，
其中4个内容是必考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个人防护的穿戴，就是我们戴头盔、戴手套、戴眼镜、戴口罩的那个啊。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的灭火器的操作和使用。那么第3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刚才发生的这个气道梗阻的练习。那么第4个内容呢，就是我们 AED 的使用和我们的心肺复苏技术。这是4个必考的内容。那么还有4个选考的内容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个减伤分类。那么第2呢，就是我们刚才学的这个搬运。那么第3个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止血包扎。那么第4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登山协会专门要求的，对，担架，绳索担架的制作啊。那么可能基于时间考虑或者基于内容的简单性来考虑的话，我会建议我们的考核老师考哪2样呢？第一个我手中的这个减伤分类，大家比较简单啊，我一讲大家就会了。那么第2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学习的这个搬运搬运会建议老师考这2样，具体人家接不接受另说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开始学习下一个内容，它叫减伤分类啊。减伤分类作用在什么时候呢？发生重大人员伤亡的时候，伤员病重比较多的话，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方便我们医务人员到来之后对人群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那么STAR的减伤分类法呢，分为4步，也就是4种颜色的一个区分啊。第一种，我先告诉大家颜色代表什么。我手中的这个颜色绿色，对吧？没有色盲吧？绿色通常代表什么呢？健康健康。那么黑色呢？也不能说死了不能说死了。我们不能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检测的时候，我们不能武断的判定他为死亡我们无意识。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检查他的呼吸无呼吸，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叫开放气道。开放气道后还没有呼吸呢，我们暂定因为伤病员较多，我们要优先治疗那些需要紧急救助的人。我们的救助人员呢又及时的有限，所以我们不得已对他放弃治疗，我们就把它判定为黑色，能明白吗？好，第一个绿色代表健康，就是可以行走为绿色。那么第2个呢，放弃治疗为黑色，明白吗？好，那么红色呢是重伤优先治疗红色是优先治疗，情况非常危急，他身体多项功能不正常，我们要优先治疗那么黄色呢就是次优先，能明白吗？4种颜色的区分，绿色代表健康那么黑色呢代表放弃治疗，就是没有呼吸了。红色呢就代表优先治疗，黄色代表次优先治疗。4种颜色大家明白没有？好，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STAR的减伤分类法分为4步来检查。第一个检查我们就是检查我们的病人可不可以行走可以行走的我们给它归为一类，这类人判定为健康，它可以当我们的助手，可以维持现场秩序等等等等那么第2种呢，我们要检查，如果说他不能行走了，那么我们要检查他第2项特征是什么呢？他的呼吸系统，检查他的呼吸系统，呼吸的频率每分钟超过30次为不正常明白吗？大于30为不正常，那么小于30为正常那么第2项，如果说我们检查了他呼吸系统大于30次了，我们要接着检查他的下一项技能。下一项是什么呢？下一项功能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在我们卡片上表示的就是甲床在充盈的时间。甲床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对，指甲盖我们一只手掐住指甲盖，我们会发现它会变色，对不对？它会马上变成白色。我们松开了手之后，它会恢复原色，对不对？它会马上恢复。那么如果说他是不健康的人呢，他会恢复的比较慢，甚至不能恢复，对不对？我们怎么判定甲床再充盈的时间大于2秒，代表不正常，能不能明白？好，如果说它大于2秒了不正常那么我们要检查它最后一项，它的神经系统，我们要检查它是否意识清醒，还是意识模糊，明白吗？一共检查4项
第一个检查他的行为特征啊，检查他可不可以行走，然后不能行走，检查第二项呼吸系统，看他是否呼吸频率大于每分钟30次了没有啊，大于30次不正常，不正常之后我们要检查第三项血液循环系统，检查他的甲床再充盈时间大于2秒为不正常，那么小于等于2秒呢，判定为正常。那么第四项呢，检查他的神经系统，检查他是否意识清醒还是意识模糊，明白吗？检查这个4项功能检查，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怎么考核啊。我手中的卡片，大家可以看到它分为了4行，每一行就是一个特征的检查啊，每一行都是一个特征的检查。那么我先告诉大家怎么把4种颜色啊，根据卡片来区分啊。首先是绿色，绿色看第一行，我们只要看到第一行可以行走，我们给它放到绿色的区域，明白吗？刚才大家记不记得绿色代表什么？健康。我们检查它第二项呼吸，卡片上表示的是无呼吸，开放气道后仍无呼吸的啊。黑色。对，黑色啊，记住啊，无呼吸，它没有呼吸了，我们给它采取了措施，它还没有呼吸，我们就给它判定为黑色。这2种颜色比较好区分，能不能明白？这是不行。那么我手中有10张卡片，那么黑色的2张，绿色的2张，我们已经排出来几张了？还剩几张呢？6张。对，还剩6张，那么平均2个颜色区分就是1张颜色，一个颜色3张，对不对？那么我们检查最后一项，他意识清醒，我们给它放到黄色。那么意识模糊了，他已经昏倒了，意识不清醒了，那么我给它放到什么颜色呢？红色。红色。红色。他的意识不清醒了，意识模糊了，他不能回答我们正常的问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优先治疗他？对不对？好，那么就给它放到红色啊。再给大家解读一遍：可以行走，绿色；无呼吸，黑色；意识模糊，红色；意识清醒，什么颜色？黄色。好，大家现在会了吧？非常简单啊。我给大家读题，大家来答啊。患者不能行走，无呼吸，开放气道后仍无呼吸。黑色。对。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25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2秒，意识模糊。黄色。红色。黄色。大家有说黄的，有说红的。有说黄的是大家认为他的呼吸频率是正常的，甲床再充盈时间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人他晕倒了，他还不能行走，不能行动的话，那么他是不是很危险的？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要优先治疗？红色。这个题是有陷阱的啊，因为它一共4项特征，但是它有2项特征已经不正常了，明白吧？啊，主要判定为意识很重要，知道吧？好，那么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32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6秒，患者无意识。红色。对，无意识、意识模糊都是什么颜色？红色。啊，记住啊。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32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3秒，意识模糊。红色。红色。谁说了个黑色？人多的时候他可以判黑色。你不要混淆概念啊！我们STAR的检伤分类法分为4步，判定4个颜色、4个类型啊，不能混淆。因为这样，你继续。那你就不要打断我，好不好？因为你有疑问，我就要解决你的疑问。好，继续提啊。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20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1秒，患者清醒。黄色。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28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2秒，意识清醒。黄色。患者可以行走，呼吸频率20次每分钟，甲床再充盈时间1秒，意识清醒。绿色。对啊，大家记住啊，第一项就是他的行为检查，对不对？看他能不能行走啊，可以行走就
就是什么颜色？绿色。绿色。对啊，可以行走就是绿色啊。患者不能行走，无呼吸，开放气道后仍无呼吸。黑色。黑色。好，患者不能行走，呼吸频率25次每分钟，甲方再充盈时间2秒，意识模糊。红色。红色。红色。一道题同样的一道题我说了2遍了。红色和黄色啊，对它的清醒程度是不一样的，明白吗？这个人已经晕倒了，他没有意识了，那么对。如果说这个人受伤了，但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先救治意识模糊的？是。那么优先救治是什么颜色？红色。对，记住了没有？意识清醒它就是对，意识模糊它是红色。有没有疑问了？没有。没有疑问，这个题就过了啊。好。好，那么接下来我再教大家灭火器的一个使用啊。灭火器。灭火器使用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灭火器的部位名称啊。灭火器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检查3个地方啊。有效气压。检查它的压力表啊，压力表指针指向绿色。绿色。代表什么呢？安全。安全。对，那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呢？可以。好，那么我们的罐体坑洼出现了漏碰破损，能不能使用？不。所以我们第2项检查要检查罐体的完好程度。那么第3项检查，我们检查它的有效期。出厂之后5年之内还是有效可以使用的。那么超过5年了，那么就不确定这个里面的气压，或者说是里面的物体啊，就是我们的化学药性有没有凝固什么的啊，我们就不能使用它了，明白吗？记住啊，它的有效期是多久呢？5年。对啊，我们要检查3个地方，第一个压力表，它的压力值是否正常；第2项我们检查它的罐体是否完好；第3项我们检查它的有效期是否在有效期内，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涉及到操作了。那么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第一个是干什么呢？摇一摇，在我们拿起灭火器的时候，跑向灭火的现场。我们其实这个动作就是已经起到这个摇的作用了。你不可能这样，是不是？那我们肯定是提着这样跑的，对不对？甩着跑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起着一定摇晃的作用了啊。没必要执着于非得这样再摇一下啊。那么我们第1项，我们肯定是要拔掉保险销的。因为把保险销不拔出来，我们这个压把是压不下去，压不下去，我们瓶内的化学药剂它就喷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拔掉保险销啊，这个东西叫保险销的环儿，明白吗？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这个只是教具，我们大家都还在这个空间之内，所以我们不要真把它拔出来，能做到吗？好，那么拔掉保险销之前有一种保险，不要笑啊！我们这2天已经连续性的发生这种事情了。保险销拔出来，我的裤子现在还是白的啊，因为我没有时间换，真的。注意啊，这个东西啊，红色的这个东西大家能不能看得到？能不能？这个啊，这是保险销的一种保险，它叫铅封。我们在使用它之前，拔掉保险销之前，我们要先把铅封拔掉，明白吗？先把铅封拔掉之后，我们保险销才能顺利的拔出来。现在大家注意看啊，它是被卡住的，对吧？那么注意啊，现实生活中我们是要先拔掉铅封，再拔掉保险销，明白吗？拔掉保险销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灭火了啊。那么告诉大家啊，距离火源3米处停下，停下来之后，我们一只手呢，这个叫喇叭状的，这个叫喷嘴啊，这个黑色的管子呢。叫什么呢？叫什么？气管。导管。对，软管啊，喷嘴与软管的连接处，我们握到这儿啊。玩过那个怎么说呢？玩过水管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说我们握住我们的水管的那个头，离我们握的地方较远的话，那个水压过大的话，它会漫天飞，对不对？我相信有的人是玩过的，是吧？
所以我们握的地方呢要不远不近的握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连着喷头一块握住的话，它化学里面的药剂可能会对我们的手造成伤害，特别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啊。那么我们要握的地方呢，就是软管与喷嘴的连接处，握到这里，明白吗？握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准火源的干部进行灭火啊。我们此刻要注意啊，除非是什么情况呢？除非呢是我们的那个着火点比较高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灭火器，我们的喷嘴与软管的高度是低于我们的压把的，这样斜着点啊，方便我们的里面的化学药剂喷出来，能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喷的时候对准哪里呢？火源根部。对，对准火源根部啊，压一下压把，这样左右扫射灭火，明白吗？好，那么接下来呢，灭火器给大家介绍完了啊，各个特征部位也介绍完了，检查的3个地方呢也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导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连贯的使用灭火器，包括检查灭火器，包括去灭火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我再给大家重点强调一句话是什么呢？评估火势，确认安全通道的位置啊。评估火势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要看一下火势的大小，火势太大，我们能不能去灭？跑。对，会对我们自身造成伤害，对不对？那么如果火势较小，我们就可以灭，对不对？那么灭火的时候，如果火势很小，但是突然着了啊，突然发生了怦燃事件。我们有的时候看过电影的啊，有的时候看过电影的都知道，我们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本来那个火势是稳定的，但是突然发生了这个爆炸，对吧？那个就叫轰然现象啊。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撤离点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轰然，我们再找撤离点是不是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灭火之前要去确定的一件事情啊，评估火势的大小，判断我们要确定我们安全出口的位置，明白吗？方便我们在着火的忽然炸弹以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顺着安全出口的位置逃跑，明白吗？所以这句话至关重要，大家跟我重复一遍。评估火势，确认安全通道位置。评估火势，确认安全位置。好，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示范一遍。好，检查灭火器，压力值正常，罐体良好，在有效期内。评估火势，确认安全通道。提起灭火器，走入火场，在火源前3米处停下，拔出保险销，捏住软管与喷头连接处，对准火源根部，按下压把，左右扫射，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好，完毕。不是要取前后吗？那么这个流程就完了。实际是需要看考核的话，就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保险销。我们考核的时候是可以省略这一步的，但是我告诉大家的原因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确定这一步就行了啊，知道这一步就可以了，明白吗？我们拔掉保险销这一步已经把这个前风给它概括了，明白吗？好，我们这个操作的流程只是精简而已，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还要更复杂一点啊，涉及到我们现场的人员的很多很杂，火势的大小啊，火灾的情况呀等等啊。这只是我们今天只是告诉大家，我们遇到此类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明白吗？好，那么现在我们这边有6个灭火器，从我的左手边第一排开始依次的上来进行练习，好吧？